叶子哥，我叫你哥行吧？我求你了，娶了我姐吧！我爸妈都快被他逼疯了，一天安排8场相亲，他一个都看不上。你是没看见我爸妈那样天天对着我姐唉声叹气，好像她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累赘。你是我最好的兄弟，你帮帮我，就当是帮我演场戏行不行？救命之恩大过天。我看着他毫不犹豫扑向我的那个瞬间，我还能说什么？新郎新娘靠近一点，笑一笑。没办婚礼，没拍婚纱照，就去民政局领了个证，这大概是史上最敷衍的结婚仪式了。叶子，这卡里有20万，是我爸妈给的，算是我姐的嫁妆，不多，但以后我姐就拜托你了。我说了，我是在还你的情，跟钱没关系。演戏就演戏吧，就当家里多了个安静的室友。那个，要不要顺路去买点什么？洗漱用品都带了吗？不用，都带了。哦，那晚饭想吃什么？小区门口有家馆子还不错。都行。你住这间，我住主卧，你看行吗？谢谢。我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李烨，你是不是失心疯了？一个35岁都砸手里的老姑娘，你捡回来当宝贝供着，她肯定有毛病，不是身体有隐疾，就是心理变态。我妈劈头盖脸又是一顿臭骂，从我不孝骂到我瞎了眼，足足骂了半个小时。这个你看一下，要是没意见就签个字。我本以为他会哭会闹，或者至少以妻子的身份提点什么要求，可他什么都没说，就这么平静地递给我一份冷冰冰的合同。第一条就像一记闷泵把我敲懵了。我原本以为这场婚姻本质上就是一场非准扶贫，可这份协议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把我从自以为是的美梦里抽醒了。看完了，要是觉得没问题就签字吧。一式2份，我们各执1份。这哪是什么婚内协议，这分明就是一份堪称完美的高级合租室友合同。他根本不是来找人接盘的，我好像从一开始就把人家看扁了。你一直都这么生活的，把所有事儿都分得这么清楚。是。什么味儿？我这厨房不是摆设吗？醒了，快去洗脸刷牙，马上就能吃了。软糯香甜，温度刚刚好，比我妈做的好吃多了。你的手艺真棒。习惯了。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她哪里是需要人照顾的大龄剩女，她简直是一个自带完美主义 buff 的项目管理大师。喂，那个媳妇儿呢？起来了没有？有没有给你做早饭？你赶紧让她给我打个电话请个安，这是规矩，懂不懂？妈，我们刚起，正准备出门呢。她有点害羞，等过2天熟悉了，我带她回家看您。这还差不多，那你可得把她教好了。知道了，妈。谢谢啊，帮我解围。他总是能用最简单的话，一针见血地扎到问题最核心的地方。我妈的控制欲是我活了28年最大的心病，我从来都是逆来顺受，从没想过边界这个词。吴总就是我手上最大项目的甲方，我妈这是在拿我的事业前途威胁我。工作上的麻烦，说实话，我觉得有点丢人。一个28个岁的大男人，事业命脉还被自己亲妈拿捏着。甲方是吴总。对，鼎盛集团的吴国立，我妈跟他爱人是牌友，关系好的能穿一条裤子。
因为你母亲的关系，所以他才故意刁难你。他就这样总觉得自己人脉广，动不动就想用这些来帮我，其实就是想控制我。这个项目我们团队的技术方案改了不下5版了，吴总那边一直挑刺，就是不给过。你的技术方案能给我看看吗？看完了。怎么样？你的方案有2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开会时有人提过，但谁也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第二，你的用户路径设计太冗余了，从用户下载 App 到完成核心交易，你设计了7个步骤，其中有3个步骤完全可以合并或砍掉，每多一个步骤就会流失至少 20% 的没耐心用户。你算算最终转化率还剩多少？你怎么会懂这些？缓冲和校验的问题，你加一个消息每天就能解决。用户路径你可以优化成这样：3步直达核心交易，简洁粗暴有效。还有你这份方案的服务器成本核算也有问题，前期根本用不着那么高的配置，完全是烧钱。比如用 RabbitMBM 或者 Kafdai， 不仅能削峰填两，还能做业务上的异步解以及资源解析，系统稳定性直接提升一个档次。可以考虑用容器化技术，比如 Docker 和 Kleptix， 做弹性伸缩，流量小时省资源，流量大时自动扩称，能给你至少节省 40% 的成本。明天我就要用这份方案去堵住所有人的嘴，让那些等着看我笑话的人大吃一惊，而这份底气和力量都来自于他，我的妻子，那个被所有人当成问题的女人。李经理，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了？吴总，各位，之前我们提交的方案确实有很多考虑不周的地方。我们经过综合评估，推荐使用 RocketMB。第一，它在阿里巴巴内部经过了双11万亿级消息红肠的考验，稳定性和性能是全球顶尖的，毋庸置疑。第二，它对分布化事务消息的支持最完善，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最终数据一致性。最后，我谈到了所有老板最关心的成本问题。我们引入了容器化部署方案，通过 Docker 和 Kleptix 技术实现服务的弹性伸缩，前期用户量少的时候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服务器资源，预计能帮公司节省至少 40% 的前期投入成本。后期随着业务量增长，它可以实现秒级自动扩充，完美应对流量洪峰。小李啊，你这个方案太牛了，就按这个方案做，以比这个方案还要高的标准来做，预算我再给你翻1倍。那些赞美和惊叹，此刻在我耳边都显得有些虚幻。我只想立刻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那个给了我这一切的女人。回来了，成功了！吴总当场拍板，预算翻了1倍。你是没看见他那个表情，还有他手下那帮脸都绿了，太解气了。意料之中，专业的方案自然会得到专业的认可。去洗手吧，可以吃饭了。常锦，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做过一些项目，跟商业模式有关的。李烨，你是不是翅膀硬了？你把吴总怎么了？他老婆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老张对你赞不绝口，把你夸上天了。妈，我没用什么手段，我只是用一份足够专业的方案说服了我的甲方。这是我的工作，我希望能自己做好。以后您就别再为这些事儿操心了。妈，我很尊重您，但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已经是成年人了，结了婚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您对常锦有意见我也理解，但请您给我们一点时间互相了解。你说什么？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带他回去看您。就这样吧，我们还在吃饭。感
觉像搬开了压在心上28年的一块巨石，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做得很好。确认边界的第一步就是学会明确拒绝。这种奇怪的感觉让我心里一愣，我发现我越来越在意他对我的看法了。今天我来吧，算庆祝。享受晚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叶子姐，我来看你们了。只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舒服。叶子，那我姐她没给你添麻烦吧？麻烦？她解决了我最大的麻烦。真的假的？她没对你怎么样吧？她能怎么样？我就怕她那个脾气怪。吃水果吧。爸妈还好，就是老念叨你。你是不是还怪爸妈逼你当年和那个人分手？腿恢复的咋样？好多了，多亏你当年找了医生手术。这里疼吗？有点。这里呢？也疼。是神经粘连，需要系统康复。按计划做，别偷懒，坚持3个月，能恢复90%以上。那个女人呢？躲哪儿？不敢见人。妈，来前怎么不打电话？我回我儿子家哪用预约？狐狸精，不孝。叔叔阿姨您好。35了没正经工作，吃软饭的无业流民，拖累礼业，不顺声誉。妈，您够了，有不满冲我，别针对他。妻子，他凭什么配得上李家？阿姨，这些我都承认。我今年35，确实高龄产妇，没固定工作，也没物质帮助李业。您有没有想过，您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您不是为了他好，是习惯控制，害怕他脱离掌控，拥有自己的生活。您的爱是有条件的，令人窒息。这份爱正推他远离您。他搬走后，您会什么都失去。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不是你的错。成年人最重要的是为自己负责，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算？我知道我不该窥探他的隐私，协议里写得清清楚楚，但我的手却像有了自己的意识一样，不受控制地伸了过去。那不是信，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草干。Janice， 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一切都对上了，那条来自 S 的短信，长真口中那个逼他分手的他，还有这份价值1000亿的股权转让协议，这个被全球科技媒体疯狂追捧，被称为下一个乔布斯的男人陆之心，就是长锦的过去。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说目前是自由职业，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妈那些侮辱无动于衷，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同意跟我的这场荒唐婚姻。一个曾经站在世界之巅的人，又怎么会在意山脚下那些蚂蚁的评价？红色高跟鞋，那是他紧张时的下意识小动作。原来他也会紧张，原来他并不是永远都那么坚不可摧。我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看到的。陆之寻，
Genius 的创始人，全球 AI 领域的领军人物，马首理工的天才，创世系统的唯一缔造者， AI 女王，这些都是你对吗？你调查我？我没有，我只是想知道我娶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现在我知道了，一个被全世界亏欠的女人。原来她不是不会哭，她只是从不肯在任何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脆弱。为什么？为什么要无偿转让？那本来是属于你的。因为他说如果不这样，他这辈子都不会安心。他说那份成功压得他喘不过气，让他觉得永远活在我的阴影里。他说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和我一起过简单生活。我相信了。场景的陈述让我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简简单单几句话道尽惊天骗局与背叛。我能想象一个满口谎言的骗子，用最深情的姿态说着最动听的谎言，骗走他的一切。他和你家人是怎么回事？我爸妈觉得他家能给我们家带来好处，逼我忍，逼我让，我不同意，然后就成了现在这样。被事业背叛、爱人欺骗、家人逼迫，三重打击之下，他被伤得体无完肤，对世界彻底失去信心。所以我选择逃离，逃离那个让我功成名道又万劫不复的地方，逃离过去，把自己伪装成普通的大龄剩女，用冷漠和疏离保护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我会让你再孤单。怀里的他不再是拒人千里的冰山，他是活生生会颤抖流泪、脆弱的真实人。谢谢你。他需要独处消化这一切。以后有什么打算？不知道。回来这几年，我只想过一件事，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把脑子放空，变成一块石头。那你现在呢？还想继续这样下去吗？我以为可以，找个人随便结婚，装普普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但不行，有些人有些事刻骨铭心，抹不掉。就是了。我以前的朋友出了问题，陆之勋准备强行发布创世纪 2.0 系统，时间定在下个月。这不是好消息吗？说明公司发展得很好。不， 2.0 系统里有我设置的致命后门程序，只有我知道如何触发与关闭。他若强行发布系统，第7天崩溃，全球接入企业核心数据与业务全部锁死，经济秩序大乱，公司破产，人们失业。他疯了吗？为什么？他在逼我回去，用我的孩子威胁我。他想玩我就陪他玩，不会再逃，亲手拿回一切。那一刻我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天才。他敲代码的样子像指挥家在指挥一场宏大的交响乐，每一个指令都精准无误，每一段逻辑都行云流水。站在门口多久了？不好意思，没多久，牛奶给你放桌上了。你不用陪我熬夜，明天还要上班。我睡不着。你刚才说的孩子是什么意思？不是真正的孩子，是创世纪系统的核心代码。我从零开始写的每一行都是我的心血。我叫它 Eve。Eve 是全球第一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 AI 底层架构，它能自我迭代、自我修复、自我进化。陆之勋拿走了我的股份，拿走了我的名字，但他拿不走 Eve 的灵魂，因为 Eve 只认我，
你是说整个创世纪系统的命脉其实一直握在你手里？我离开的时候，在 Eve 的底层写了一段加密指令，如果系统在没有我授权的情况下进行重大完本更新。所以陆之训现在是骑虎难下。他以为拿到代码就拿到了一切，但他不懂 Evil。他的团队花了3年也没能完全破解我的加密层，所以他只能逼我回去。那你打算怎么做？2条路。第一，我远程介入解除 EV 的保护协议，让 2.0 正常上线，陆之训继续当他的科技之王，一切照旧，我继续隐姓埋名。你选哪条？你觉得呢？我觉得 AI 女王不应躲在一个100平的出租屋里，给一个28岁的愣头青当室友。陆之训的弱点有3个。第一，舆论。他这些年塑造的公众形象是天才创始人，但真相是核心技术全部出自我手。我手里有当年所有的开发日志、代码提交记录、专利草稿，这些东西一旦公开，他的人设瞬间崩塌。他不会提前销毁证据吗？他销毁不了，因为这些记录不在他的服务器上，投资人会像逃命一样撤资，股价暴跌，董事会逼宫，他的控制权就会动摇。这一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有分量的媒体在最精准的时间点引爆。我有一个老朋友在《华尔街日报》，他等这个故事等了3年。这个计划太疯狂了。疯狂的人才能改变世界，这句话是我说的，他拿去当了公司的 slogan。 好，那我能做什么？你做你自己就好，做我的后方，让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我有一个可以回来的地方。你放心去，家里有我。你确定不需要我陪你进去？你在外面等我就好。如果1个小时之内我没出来，把这个交给门口那个戴红色围巾的女人，她叫 Sarah， 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她知道该怎么做。你会出来的。紧张看着她走进那栋大楼的背影，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女人不是去赴约，她是去赴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他果然没注销我的权限，他一直在等我回来。你终于来了，我等了你3年。你等的不是我，你等的是 Eve。 Eve 是你，你是 Eve， 在我心里从来没有区别。少来这套，说正事，你要怎样才肯推迟发布会？回来，回到我身边。Janice 需要你， Eve 需要你，我需要你。你需要的是我的技术，不是我。3年前你说得很清楚，你说你活在我的阴影里喘不过气，你说你想做一个普通人，结果呢？你拿走了我的股份，我的名字，我的成果，然后站在聚光灯下接受全世界的掌声和膜拜。你觉得这叫普通人？长静，我承认我做错了，但你不能否认没有我的商业运作 ，Janice 不可能走到今天。我们是最好的搭档，一直都是。搭档不会背后捅刀子。2.0 发布会还有47分钟，你有2个选择：第一，当众宣布推迟发布，承认核心技术团队的贡献，我远程解除 Evil 的保护机制，大家体面收场。第二呢？第二，你照常发布，7天后系统崩溃，全球直播，同时《华尔街日报》会刊登一篇独家报道，标题我都替他们想好了：创世世纪的谎言被抹去的真正缔造者。你在威胁我？不，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长吉，你变了。以前的你不会用这种手段，以前的我也不会被信任的人背叛。你以为你手里的牌很大？我告诉你，我的技术团队已经破解了 EVE 80%的加密层，剩下的20%只是时间问题。你那个所谓的保护协议，我迟早能绕过去。80%，那你一定还没发现 ，EVO 的真正核心不在20%里，它在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因为它不是代码，它是一种思想模式，是我教会 EV 如何思考的方式。你可以复制代码，但你复制不了灵魂。42分钟，你自己选。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迎来了继 Genesis 之后期待已久的 2.0 系统发布。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我将亲自向大家展示全新的创世界系统以及它背后的下一代智能引擎 EVE。EVO 不仅是 AI， 它拥有自我学习和决策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灵魂系人工智能，而我正是 EVO 的灵魂缔造者。这些铁证如山的事实不容置疑，他们证明创世纪系统的真正核心技术出自我手。陆之勋正在现场，试图强行启动 2.0 发布程序。启动 EVE 保护协议。阻止他，别让他激活保护协议。他在后台植入深层加密程序，运行速度惊人，这段代码无法破解。Eve， 现在请你醒来。你疯了！你犯下弑主罪！我是这个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没有我 ，Genesis 无法存在。这是我的世界，我的规则。创世纪的谎言背后的 AI 女王场景深度报道，即刻刊发。他夺回了属于他的一切，用他的智慧和勇气撼动了整个业界。谢谢你相信我。永远。他终于从阴影里走出，我也找到了能依靠的真正伴侣。